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在游戏中打打杀杀，想要回归恬静的乡下生活，你可能会想到一款叫做《模拟农场19》的游戏。在游戏里，你拥有一片开阔的土地，还有一笔不菲的资金。你可能想拿着这笔钱在自己的地皮上过上悠闲的乡村退休生活，然而这个想法是天真的。就目前来看，世界农业发展斗转星移，机械化早已让农业生产迈向了全新的阶段。一片地可能在1年4季都会种上不同的作物。看到自己的乡亲们都个个致富生财，甚至被农业频道采访，你还坐得住吗？不过你首先得考虑如何清理掉门前这堆建筑垃圾。老话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看棚子里面还是得停几辆农用载具，先着手清理垃圾的事情吧。我们以100米冲刺的速度疾驰于美国乡野公路上，为的就是不被现代化农业甩开身位。迅速的来到一家农用机械商店，我们打起了拖拉机的主意。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小型拖拉机的最大用处就是运输。一辆破烂的拖拉机接驳一个货斗，就可以实现农村运输摩托化。我们立刻扫码付款，订购了一辆最便宜的拖拉机，而此时店外就已经停放一辆现货。敖厂长拥有多年的竞速游戏经验，在我看来，拖拉机老爷般的速度完全就是入门级载具。不过，模拟农场19能否让拖拉机操作与众不同，那就要上了车才知晓了。然而，当我按下手柄 X 键登上拖拉机的时候，拖拉机就自动发动了，连点火都不用。其实游戏提供了手动点火的选项，你先登上拖拉机，然后打开载具选项，然后按下手柄 X 键点火。我想手动和自动区别就是临场感有余吧。而拖拉机启动的时候，更是显示出这种载具的易驾驭性。我们只需要按下单击 RT 键就能驱使拖拉机前进。此时我们换成舱内视角，就能看到右边的最小脚踏就是油门，而一旦刹车，右边最大的脚踏就是刹车功能。不过无论你是前进还是后退，左边的脚踏从来都不会动，因为这个脚踏就是离合器。而游戏的拖拉机驾驶是自动挡驾驶，因此离合器只是个摆设，而同理你也不需要用到方向盘下面的档位杆和进退档杆。所以在我看来，拖拉机的启动原理和一般的汽车一模一样，而由于速度限制，拖拉机简直太好驾驭了。哦，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回家运垃圾，所以我们还要去商店买一个货斗拖车。接下来小心的将拖拉机尾部对着拖车接驳器，然后按下手柄 A 键，一键搞定。开着心爱的拖拉机慢摇在乡间公路，无比惬意。看来这拖拉机真的是老少咸宜、简单易懂的菜鸟级载具啊！而在敖厂长印象里面，中国农村的拖拉机都是一些沧桑老人在驾驶，完全没有游戏中这种小鲜肉开拖拉机的舒适。难道现实中拖拉机跟游戏中的拖拉机原理不一样？为了能够感受游戏中和现实中拖拉机驾驶原理的区别，我长途跋涉来到了四川北川农村里面，在这里见到了一个 UP 主。观众朋友大家好，为了验证现实中的拖拉机和游戏中的拖拉机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今天我专门来到了农村。但是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我感到非常的陌生。所以今天我专门找到了一位山农 UP 主山药，来带我去看一下拖拉机。这个山药，你做这个农村节目啊，做了很多年了。哎，我现在发现啊，现在你们农村建设的很好，实现了现代化和机械化。那今天能不能带我亲自体验一下拖拉机的驾驶呢？虽然农村的烈日晒得我俩睁不开眼，但这样的阳光只能更加烘托我对拖拉机的热情。在山药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农村最常用的东方400拖拉机。它简约的机身、斑驳的锈迹，仿佛诉说着农业生产的艰辛。沾满尘土的轮胎和维修送检的痕迹，也印证着使用者无声的勤劳。金属的前灯已经无法使用，而被 DIY 的零散前灯所代替。不过，这辆老掉牙的拖拉机今天将会迎来一位新的菜鸟驾驶。这家就是今天要服侍你的拖拉机。哦，这个拖拉机看起来现实中还是很大嘛。可以。哎，这个山药，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它给松开啊？这个不能，你松开它就完了。哦，加了个铁链子是吧？啊。哦，我明白了。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如果不加铁链子的话，实际上它光靠这个接驳器的话，还是很容易脱落的。对。就像中年人一样，容易这个腰间盘啊突出，是吧？对对啊，你加个铁链子捆绑着，其实挺好的啊。所以男人啊，还是得靠铁链子捆绑。
不过在学习驾驶之前，我先要登上这台拖拉机，看看它的舱内是否和游戏里面的一样。你看，生友，这个做的简直就跟游戏里面一模一样。你不用说，我都知道，这个是油门，这个是刹车，这个是离合。对。但是这两个玩意儿游戏里面从来都用不到，因为游戏里面啥东西不？就换挡的嘛。但是游戏里面拖拉机都是自动挡。看来模拟农场19对拖拉机的结构还原可以说非常高了，这让我这个从未开过拖拉机的人都因为有了游戏经验而提前预习熟知了原理。从这一点讲，模拟类游戏的意义升华了。在熟悉了拖拉机的原理后，我就要开始进行试驾了。不过为了还原游戏的视角，除了让山药视频的摄影在路边拍摄第三人称视角外，我还带上了 GoPro 拍摄第一人称视角。不过来到现场才发现，我们竟然忘了带头带，情急之下只有用透明胶粘在我头上进行拍摄了。一切准备好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试驾。第一步，点火。比起游戏中一个 X 键就能启动不同，现实中我们需要将钥匙往右旋转，并且停留片刻。而就在启动一瞬间，这台古老的机器瞬间黑烟隆隆，剧烈抖动。这种抖动是那么激发荷尔蒙，这种抖动是那么的让人冲动。而如果你认为此时你可以和游戏一样直接踩下油门冲出去，就错了。拖拉机没有自动挡，所以我们需要踩下离合器，同时把档位调到1才能前进。而就在前进一瞬间，我左脚就即刻松掉了离合，这时拖拉机突然向前剧烈一耸，就好像有人在背后盯我一样。强烈的背推感让我急忙又踩下了离合器。现实中拖拉机的驾驭实在是太难了。游戏中摇杆轻轻一送就能轻易变形的拖拉机，现实里面却要使劲转打方向盘才能控制方向。这是因为方向盘控制和前轮装置不同步，造成打盘子会有很多空转，所以即便是小小的变向，也感觉要用上打死盘子的力度才能控制。虽然拖拉机顺利前进了，不过我依然不敢换挡变挡。依着我害怕那种背推感再度袭来，也怕速度太快无法控制载具方向，因此我在一档龟速中完成了这次驾驶体验。不得不说，现实中拖拉机舱内视角跟游戏简直太像了。哇，这个拖拉机跟游戏里面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一开始我很紧张，松离合的时候松得太快了，它就耸了一下，你知道吗？这一个男人突然有了一种背推力的感觉还是受到了很大的侮辱。这样一个庞大的机器要想驾驭它，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学会的。你弄了这么久，腿干软了？腿感值有点软所以说很多东西多练习，实践出真知。真的，游戏跟这个现实完全不一样。虽然短短的一段驾驶就让我两腿发软，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个游戏没有还原的细节。因为拖拉机作为农用机械，常年行驶于土路、山路以及运输作业，导致故障率很高。所以我在驾驶准备停车的时候，发现刹车根本就不灵了。这时我立马使用了左边的紧急制动阀来关闭发动机。这个阀门可以在任何档位行驶的时候立刻停住载具，保证了驾驶员的安全。而由于拖拉机发动机是外露的，我们可以看到紧急制动阀的工作过程。不过游戏中的拖拉机我们也可以看到紧急制动阀装置，不过游戏并没有对应的实际操作来还原，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这次驾驶体验让我看到了模拟农场19对于拖拉机外貌和基本原理的还原，但也看到了虚拟和现实存在不小差别。模拟类游戏果然能够让我们获得一些事物的基本常识，但是要真正去做好一件事情，还是得回归现实，通过实践进行领悟。拖拉机看似原理简单，但是农用机械的原始直接也让我深刻体会。怪说不得只有双手挂紧的劳动人民才能掌握这些农用设备，劳动确实是不容易。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感谢山药视频和我一同参与节目录制，我们下期再见。